这孩子，他就是孩子，他不能总在外头飘着呀，还得教育不是？万一将来还有什么事儿，又得牵连孩子不是？所以丫头，今儿晚上呀，你回家好好琢磨琢磨，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可以留在咱老梁家，让我和朵梅帮着带，给他找一个好学堂，这样这几下里可不都安生了？杨爷，杨哥托我把这个给你。谢谢罗哥。得嘞。这儿。梁香和老太太都提了照相馆的事儿，分明就是要挟，让把孩子留在梁家。你的照相馆留下了什么呀？我想过了，他们能找着的，也就是我和儿子的一张照片，试营业时拍下。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呀？儿子，来洗脸了。哎，你自个儿有什么打算？凭什么把孩子给他们梁家？儿子是我自己的，5年了，我天马含辛茹苦的养育他，把在手上一点点长大的。啊，到头来我没资格养他了，就因为一张照片，就要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，这不是要挟我吗？去睡觉吧。你继续说。这是什么？和你一样，也是要挟。要挟你？看来今天晚上真是给咱俩唱了一出鸿门宴。妈妈，我肚子疼，我要拉屎。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啊！来了。儿子，怎么了？过来让妈妈看看。有点发烧，你等一下，妈给你倒点水。好了好了，儿子，睡觉吧。好了，睡吧。怎么了？凯芝，你快来看看，孩子吐了，额头滚烫的。急性肠胃炎，吃太多了，又是生冷的食物。我床边的柜子上有胃药，你去拿来。
放心吧，保准明天就好。吓死我了！让他睡吧，求人走走。所以带孩子并不容易。你的意思？杨家喜欢这孩子啊，天经地义。不，我不会把孩子送到梁家去。当然，你是孩子的母亲，但有一点，你也要想清楚。梁湘几乎已经确认了我们的身份。这些街坊线，就像悬在我杨凯之头上的剑，哪一把不是明晃晃的？他梁湘干嘛要这么做？也不一定是梁湘的主意。他们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戍边英雄，替他们掣肘冤党。你会甘心这么做吗？将计就计吧。他们需要我，我同样也需要他们。袁世凯的第六镇经营了这么多年，那些北洋的铁杆们怎么能听令一个外人对他们的指挥和摆布呢？甚至把他们带到革命的一边。所以，要想真正的得到第六镇的控制权，你还真就离不开梁湘和载涛的支持。这也是此事的微妙之处。这太危险了，凯之。是很危险。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可是什么不危险？都很危险。爱也是一样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你别这么看着我。我偏要这么看着你。你犯规了，凯之。我之前不跟你别的关系。说。犯规怎么了？是犯了天规，还是人规？是一条白蛇惧怕法海，还是一个仙女害怕玉帝？你杨凯之胡扯什么？我没有胡扯。古往今来，有那么多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。一条白蛇爱上书生，一只狐狸向往人间，农夫董永爱上七仙女儿，他们都能不顾世俗的眼光，逾越一切追求他们的爱情。我杨凯之也追求爱情，不行吗？别再说了，太晚了，我得回去。说。我危险吗？很可怕。
我说话，你信吗？信啊。真的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爱情会有这么美好。不会吧？你看，你果然不信。难道吴先生还有良枪？不跟你说。其实我早就察觉出来了，明明是一个母亲了，脸上还有少女般的羞涩，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别什么都问。其实啊，我和良香从根儿上就不是一类人。我们能不能不提他？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经历过生死的人。我17岁就上过断头台，因为侥幸才逃过这一劫，也是虽九死其犹未悔。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同伴被血淋淋的砍下了头颅，而行刑的刽子手恰好就是荆州骑营的，也就是良香的叔叔工作的。我送你回去吧，骑营的兵我都少。我从根本上就不可能跟良香走同样的一条路。我知道我走的是这条路，未来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，可是我决意的要走下去，像一只蚕，一只吐丝的春蚕。别瞎说，都不吉利。不，做一只蚕没什么不好的。他们不断的食尽桑叶，排出粪便。你知道吗？当一只蚕要吐丝的时候，它就开始不进食了。当体内所有的粪便都排完以后，它就变得通体透亮。这是一只蚕最美丽的时刻，接近于无限透明。你这人还真浪漫。我希望明天我走以后，你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非常需要你留在这儿。你留在这儿，替我和北方党之间做个联系。这样我在第六站才踏实。你留在北京，对于梁家来说也好交代。孩子这儿过过那儿过过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别跟梁香搞得太像，与大局不利。等我在第六镇打开局面，我就派人接你和孩子一块儿过去。你看怎么安排？可以吗？
我答应你。等我一下。听妈妈的话。走了。花真漂亮。回家了，走。您是淑红小姐吗？没错，您是？我是六国饭店的，宋副会长让我来接您。宋副会长？对啊，他从上海来了，住在六国饭店。哟，这回你淑红的气色可是好极了。苏会长，哎，好。来，少爷。哎，左边的是唐化龙，湖北咨议局长；右边的是蒲定军。开什么会？各省咨议局联合会，通过请开国会案，制定新的请愿。哦，京城里的请愿及会静坐，都是你们策动的？别乱说，饭店内外全是民政部稽探总局的密探，说话要小心呀。人到北京，气象一新啊。看见孩子了，那就好。还是黄成根养人呐。您老怎么上这儿请愿来了？天子在这儿啊。是，您这身份请愿？还什么身份不身份的？危难临头，天下随时崩盘，吾辈尚存，不可不设一策，而坐视其亡啊！有用？这一层楼里啊，都是各地来的，都是我这样的身份，都是希望不要再这样乱下去了，该想个法子了，既实现立宪，又保全政府。如若不是我这样的身份，人家更不会理会你了。把话递上去，说了话了，大家若在一起完蛋，也可于心无愧。真是一群老天真。还算管用，起码现在9年预备立宪缩短3年了。那大饼谁不会画呀？所以我喊你来。你跟那个梁香是不是很熟啊？他可是摄政王的亲信呢，你替我们帮忙打听一下。我一问摄政王对这次立宪有什么想法？
将军，又有什么事儿吗？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，我们已经找到了。有街坊指出，那个女人曾协助汪案嫌犯置办过照相馆。有这样的事儿？本来昨日我们就要缉拿他，但是发现他和您以及杨凯之将军关系密切，所以这么说，你们给我留了面子。杨将军，摄政王爷和肃亲王一向对汪案恩惠有加，我一个小小的探长，岂敢节外生枝啊？更何况牵扯到2位将军。不过，眼下纵快，这日后可就难说了。还请将军早做打算呐。既然老弟如此识大体，此事我来处理，你看可好？哎，属下也正是这个意思。我领情了，但公事只能公办。谢谢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请小姐和孩子和我们走一趟，回去啊，也就是取个证。作为取证。小姐，请。啊，这个孩子就不要带进去了。啊，我们先替你带着，要不怕吓着孩子。妈妈，他们要干嘛？别怕，儿子，他们不能干嘛。怎么是你？摄政王的安全警卫，本就由我们禁卫军负责。杨翔，你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说话吗？没办法，出了点岔子，只能在这儿谈。不就一张照片吗？何苦这么处心积虑？没错，就因为一张照片。我们早先询问了黄福生，他证实与你并不相识。黄福生？哪个黄福生？行了，疏忽。照片的事儿就到这儿。接下来我们谈谈你今后的安排。我的安排和你有关系吗？原本没有，但现在有了。汪案的所有嫌疑证人由民政部的稽谈总局甄别，唯独你是由我甄别的。我既然签了字，就得对你负责。怎么个负责？听我的，诸侯。出了点岔子，京城你是不能再待了。你待在板桥的租院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凯之都没有好处。所以我建议你
回上海去，独自回去。独自？那孩子呢？今天我想和你谈的，就是这件事儿。我没这个兴趣。先听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好，我听着呢。我估摸着，你和凯之前一晚一夜未眠，都在揣测我为何要在此时邀请你们到我家去吃饭。没错，如今国内的政局波谲云谲，大不似从前。这要搁在1年前，恐怕10个汪兆民的脑袋都砍了。是啊，今后这个国家往后要往哪儿去，恐怕谁也说不准。你别和我说这些，我们只谈孩子的事儿。行，依着你，我们只谈孩子。我知道你很爱孩子，我也很爱他，老太太也一样，所以在感情上，你无需有任何的顾忌。说，孩子是未来，你想过未来没有？你我的未来会一样吗？你是大清权贵，我和我儿子不过一介草民，我们的未来不是一回事儿。权贵也好，草民也罢，孩子是我们共同的，我们要一起小心地呵护他，给他安全点的环境，供他读书，让他可以健康的成长。你现在提这个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知道你为这个孩子吃了不少的苦，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我十分感谢你所做的一切，我也忏悔自己曾经的失职，也正因此，我想加倍地弥补我的过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十分清楚了，我良乡的儿子要有更好的生活，尤其是不要搅到政治里头去。政治对于一个丁点大的孩子来说，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孩子事不用你操心。怎么能不操心呢？车票我已经买好了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我本不想这么做，但没有办法。我后天就要随团出国，如果由别人来处理你，会更糟。到时候，孩子怎么办？你不能这么就走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我想，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。回你的上海去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你给我站住！别下！你给我站住！大侠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大侠！
小家伙，这边来。我要等我妈。当然了，这边来更方便。来。你叫什么呀？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？朝廷下令驱逐各省请愿代表，李显请愿失败了。他们是硬要把你往革命的路上撵呢。无国无民。张苗头，你狗日的好日子可要到头了，咱这第6镇呢，那是要变天了。咋变呢？那还能咋变呀？变成刘日升的天下呗。咱保定学堂的吃不开了。哎，林管带，我听说新来的统治大人很年轻啊，跟你同1年呢。瞎扯什么呀？当今皇上更年轻，那咋比呀？那倒是，年纪轻轻的留过洋不说，人家可有战功了。哎，老李，京城传来的消息说，这新统治好像和革命党有关系啊。真的？也不知真假。这8成是有人不待见他，往他身上泼一盆脏水罢了。这可不好说。这杨同志可是剪了辫子的，我看这事儿不像空穴来风。你说咱这大清陆军当兵的剪辫子，那是为了训练，这哪有当官的剪辫子的呀？也是啊。哎，都吵吵什么呀？禁卫军的梁大人不也剪了辫子吗？慈禧太后看了也没说什么呀。我还听说，杨同志和梁大人还是留日的同学呢。哟，还有这层关系啊！是，各位以后要谨慎点儿，人家跟梁大人可是穿一条裤子的。全体起立！
新任第6镇统治大人到。第6镇的军官笑起来有个特点，笑里藏刀。我从北京启程的时候，有位友人就向我介绍过第6镇，就4个字：好马快刀。昨天和今天呢，我和周将军，还有吴将军，参观了第6镇部分部队。果然名不虚传，第6镇的骑兵营，马种精良，刀法精湛。我与骑兵营官兵交谈甚欢。新任统治大人来之前的职务是陆军部骑兵总监，所以昨天一来就看了骑兵营。骑兵总监，官也不大呀。王大人同学，拜托不小。是的，我问骑兵营一个政务士官，我说：“你听没听过英国有这样一首诗，是专门写骑兵的？”他说：“什么诗？请大人让我知道知道。”于是，我就给他背诵了这首英国的打油诗。诗云：“钉子丢，马掌掉，马掌掉，马摔跤，马摔跤。”骑士王，骑士王，打败仗，打败仗，国家亡。丢一个钉子，亡一个国家。我知道，在座的各位可能听着有点夸张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军人的每一个日常的细节，都有可能关乎到国家的兴衰。如今国家艰危至此，吾辈军人应加倍自立，方不辜负国家人民之重托。须知，国家的骨头就是好军队。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，挥手峥嵘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
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句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。任片片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。